那先讲一下，今天训练我是不打算脱衣服，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女生的课表，我这个东西在我健身房里面，我从来没有用过。做起来很漂亮哎，别扭。可以，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有哎，你非常有潜力哎，就是每个动作都非常的漂亮。毕竟我是选手啊，大炸汗哎。今天拍片是最辛苦的一次了。太穿，没嘛。大家好，我是 Hill， 今天又来到训练的时间。那先讲一下，今天训练我是不打算脱衣服，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女生的课表应该是轻松吧。那今天请到来宾呢是我们的 Bikini Pro， 对 Diana， 欢迎。Hello， 大家好，我是 FB Pro， Bikini Pro Diana。就这样，没了。你要介绍一下吗？介绍一下。今天要带 Hill 一起练我的课表。那动作的话会有臀推，然后罗马尼亚硬举，然后 cable 的腿后踢跟那个相扑深蹲，全部都是用那个，主要是用自由重量来练。因为 Hill 他刚刚有说很久没有碰自由重量，那我们就特别挑自由重量来练这些动作，这样。里面唯一一个我有练的在做臀推而已，其他我根本就没有在练，你知道吗？哦，那这样更好。超帅啊！那我们第一个就先来练那个 cable 腿后踢。这个动作我想要特别做一点变化式，就是等一下在做的时候要特别加长它的离心的阶段，拉伸一下臀肌。好，拉伸外卡撑。对，所以它跟一般的腿后踢不一样的地方是，它的那个卡榫位置会高一点，因为等一下起始状态的时候，我们的那个膝关节要稍微弯曲一点点。好，所以基本上等一下在做的时候，其实你的膝关节就比较不会，起始的状态是比较弯，然后等一下就是往后踢出去。感觉蛮轻松的。好，那重点是那个什么离心的阶段啊，这边，等一下我们在放的时候，就尽可能的让你的大腿段好跟上半身之间的那个夹角越小越好，就是把这边放到一个极限之后再去往后面踢这样子。线性的就好，好，反正我就是没有任何线性，就是我不用往上。对。然后可是离心就尽可把它加大，把你身体折叠起来这样子。可是这应该会太轻哦，太轻就没有那个拉伸。真的吗？我觉得好像蛮重的。我这个东西在我健身房里面，我从来没有用过。哦，这个你比较高，可能要再调高一点。第一次有的时候主要高度主要是那个什么，你这边弯起来之后，这个要稍微比你的脚踝的高度再高一格。对，所以你试看看这个高度可不可以？他妈挂就有问题了，有点困难。这样子，我往后站吗？对，这样子。然后上半身要帮我再前倾多一些，前倾多一点，这样子。对，然后这边，然后骨盆位置呢是要保持在屈你的髋，我要髋屈，所以我要arch我的下背嘛。要对，下背也是这样子。然后髋再屈多一些些，对，有，有。然后，所以我的膝盖就维持在这个角度就好了，不用转，都不用外旋，不用外旋。对 ，OK， 好，来，我来。好。对，然后稍微伸一下，对，挤一下，有。对，然后到离心的时候可以带一点髋的外转，因为这样你等一下拉伸的形成的空间会比较大一点。有很漂亮哇，做起来很漂亮很别扭。可以，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对，拉到一个不行，就拉到觉得好像下背快要圆掉的前一刻才停，然后我们就可以做向心这样子。然后向心的顶峰就是最后要来一个就是挤一下的感觉。最后要来一个 all in 乳清。对。好累哦。好，等一下帮你做一下，补一下离心的顶峰。然后这边，对，有。会酸嘿。好，那最后一下就好了。然后一样补一下，有。好，可以。很好，做得很漂亮超漂亮。救命啊！小心了。等一下。好。
可以，很好，很好。有辛苦，有辛苦。有吧？应该画面蛮漂亮的吧？动作很漂亮哎。对啊。我刚屁股已经敲到最高，我已经这样敲最高了，就这样。然后，接下来就下一个动作吗？换你练啦。好，就补一些我的画面嘛。看一下，不然我频道都是一些丑丑的。第一位是热狗王吗？你讲的哦，是你讲说很丑哦。没有哦，没有。我第一位来宾是我自己。下背好酸哦，你们坡行政很厉害，要一直在arch下背。对啊，要一直狂折。哦。对，等一下所有动作应该你的下背压力都很大，因为就很吃就是后侧链的。快40岁了，那个下背不是很好，被气长回啊，快要比壮年组了。哦，我感觉我这只脚很猛哦。有，这只脚就非常的顺哎。对，往后站出一些空间，对，那个躯块感觉就会多一些。非常好，很漂亮哎，那个屁股。这个情绪价值给到满，知道吗？这样说一组要做几下？这个因为几组几下？非常的偏单关节，所以我自己是会抓到比较高，10到12。哦。有时候就是看那个什么减脂的阶段，有时候会稍微改一下，可能会波动到15下一组。15下一组。所以中间值大概是12下吧。所以你现在都做几组啊？我都是做3到4组。3到4组。我现在只要做超过3组的训练，我就觉得很累。所以你目前正式组都是抓3组为主吗？2组或3组而已。2组或3组。可是它强度就也会非常的高吧？对，我们重量会做比较重。那我是看动作，这一种的话我都是偏多组数，然后偏多次数这样子。你有算我做几个？你为什么帮我算？你要帮我算，我在聊天。这2个好 ，OK， 谢谢教练，谢谢教练。炸汗了你炸汗了。我在流汗呢。我还是不会脱衣服，我跟你讲。向心顶峰还可以再买一点点，再买一点点，再买一点点。有，很好。最后一个顶峰来个停留5秒，然后再结束它。可以。这脚活动度比较好一点。那像跟热狗那次你片长大概多长？20有那么长吗？全部都在干话吗？还是认真训练？有那么长我都忘记了，都在讲一些屁话。那像是我要多讲一点话。没关系，观众不需要看你讲话，要看你就好。那你今年有计划比赛吗？没有，休1年。因为他的那个什么啊，我已经休超过1年，因为他那个赛制有改，我就觉得那我应该没希望，所以我就觉得那我再增长久一点。对啊。要2次，很难呢，要不然就积分。而且台湾的那个赛事就1年也就3场，对啊，你等于是对啊，不然就是一定要飞国外啊，到国外打。你国外就是去韩国那一次而已嘛？好像是，就是我们一起去的那一次嘛。对，韩国那一场。对，好像只有那一场而已。但我觉得可以多去国外比赛，我觉得氛围真的不一样。我个人感觉真的不一样。虽然说我没有去很多国家，但我就是会去韩国嘛。我去过韩国，然后日本。然后再就是奥赛亚洲奥赛，我就会想看嘛，它那个氛围其实差蛮多的。真的假的？怎样有差？好的差异还是不好？我觉得是好的差异啦，就是他们对于这个比赛的热衷程度，会比台湾再稍微再高一点，因为毕竟台湾现在还在发展嘛。对，像韩国好了，韩国你去过吗？对。但 AGP 那个比赛就还可以。还可以，但像我是比 Monster Gym 嘛，对 ，Monster Gym 我就觉得它的整个氛围感是很好的，就是他们对于这个比赛参与感，像我要说比传统，我比到12点，差不多快12点多，大概现在都还是的。而且你应该是 AGP 那一次之后去的吧？就是你说AGP 我这辈子只会比1次啦，就是因为太难比了，他太强了，选手太强了，对我比不赢，所以我就是会比那一次而已。对，反正我就觉得韩国的氛围感觉让我觉得很好，是因为他们到晚上12点，其实现场都还是的。真的假的？但台湾比赛有时候你可能健体古典比完之后，下冷区就很少。就直接都散了。对。但他们对于自己选手的
支持度来说也蛮高的。哦，对，我觉得还不错，因为他们至少也主要是因为韩国他们有几个比较主要人物在推广这件事情，所以会比较快。但就是台湾的硬体设备蛮强的，就健身房硬体设备、建构硬体设备最棒。那你觉得强度嘞？总体日本跟韩国哪一个又更高？日本一定会比较强。哦，真的，哦，真的哦，那么日本的那个900 Pro 的强度，我觉得蛮高的。总体吗？还是你那个项目来说？我当然是看我项目，我不看其他项目啊。对吧？我那个项目来说的话，就日本那一场其实都还蛮厉害的。哦，明白。你今年应该韩国比较难比吧？感觉。对，我觉得亚洲附近邻近几个国家都大陆更不用想，对吧？大陆本来就超强。对。我们干话讲很久，下一个。好。我要拖时间让我休息，让我休息，休息久一点，因为在流汗，我还是不想脱衣服。下一个就哑铃的动作，可是深度的形式会不一样哦。你每个动作不一样，对，就是都要非常之后侧练。好，那我们就用哑铃，等一下双手拿一个就好，然后我就练髋站。然后它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说，等一下就是我们拿好哑铃，然后下半身可以先单纯站好就好了，就先不用就是太弯曲你的膝关节，或是要刻意的伸直，就是单纯的一般放松状态站好之后呢，侧面来看的话就是这样子，稍微取一点髋，然后跟上半身就会同时有点微幅的前倾，然后等一下下蹲下去的时候，臀部就会一路的往后走。所以它前面其实有点半像是 RDL 的感觉，所以我是把我的髋往后收嘛，就是髋屈的动作嘛。然后上半身就会一直往前爬。好，我就是髋屈就好了，髋屈。对，好。然后接下来膝关节就可以进来，就可以弯了。这个下背不舒服对，所以等下上半身就会越来越往下压，然后蹲低的最低点就是蹲到那个屁股不会眨眼就好。好，就是那个就是你的最低点。好，为我的腰默哀。好，然后等一下哑铃的位置就是差不多放在人的正下方一点，然后等一下那个手拿的时候啊，这边就是一直贴着你自己的身体就好，所以它不会在你下蹲的时候就往前跑，还是一直在我前方，对，尽可能啊，对，往前跑的话，等一下你的下背压力就是还更大。好，就是这样子。哎，做几个？你要拿重一点，你当然不是拿30，我不是拿30哦。对啊，30是我示范用。教练，我要给我这，可以50。如果一组抓10下的话，我最终就50嘛，对不对？没有辛苦。还有一个偏好拿50。那50就看可以做几下就几下。真的50啊，不是假的。而且我膝是我的脚是外八嘛，还是正常的？相对是外八的状态，相对是外八嘛。对，你的那个脚尖啊，会相对朝外，可是没有到那么多，再回来一点点。对，就微外八。虽然髋站那个内收本来都会多一些，可是再让它还是再回来一点点。好嘞。对，这样子相对臀的感觉本身会再多一点点。有你非常有潜力耶，就是每个动作都非常的漂亮。毕竟我是选手啊，我是选手啊。不是，我是说那个比基尼的样子，然后试试看蹲的低点可不可以再低一些些，膝盖相对会有一点点往前冲的感觉。对，有。后者如果帮我算几下啊？然后等下站起的时候，上半身可以稍微再回正一点点。用你的最上臀来带那种感觉啊，对，就是回到更起始的状态这样子。有很有当比基尼选手的潜力哦，可以，很赞。好辛苦啊！有啊，很大炸汗今天拍片是最辛苦的一次吧？可以，这效果非常的好。快穿，没嘛。等一下，毕竟我今天超级赛很赞，不能拖。站起来的时候，其实上半身还是会稍微回正，确保
后侧链还是有张力，其实就 OK。不然，因为这种模式本来就已经很吃那个下背，它下背压力就会很大，所以其实在回来的这个向心顶峰的状态，其实还是可以稍微回正一点，它让下背的压力比较不会一直维持在那边，会再舒服一点。对，所以最后一个会有一个稍微回来的感觉，然后再下去。最后一个，你那把太轻了。我那一组啊，不行，我要负责漂亮啊，所以当然是轻轻练啊。好吧，我原谅你。这才是最卖力拍片的一次。之前训练没那么累啊。上次跟热狗王拍的时候没有那么没那么累，他都在那个干话。也是有训练了，但没有这么扎实的训练。等一下回到这个起始状态，有上半身的回正的部分，然后等一下髋跟上半身走了之后，膝关节就可以马上进来。好嘞，对，这样就会再更接近蹲的状态。好，第二下，看下吧，看下吧，还是我算错？看回放。然后这边对就可以直接弯，对，有。那不是跟相扑硬举差不多，是不是？它深蹲啦，深蹲。对，所以髋走了之后，膝关节就要马上进来。如果进来时机点太晚，其实很多人他就会不小心做硬举类型，真的有累，开始在累了。感觉要脱衣服了。哦，有，后面形势很可以。好。你看一下臀有没有充血。下一个动作的话，我们就一样在哑铃区这边，然后换罗马尼亚硬举。那看来还是50公斤了，我不用调了。好 ，OK， 可以。然后我的话一样就是负责挑一个漂亮的，对，漂亮的拿10。哎，真的吗？再不要脸拿5啊。行，好，那我就拿10哦。拿10就好，我拿2只手的。对。那50不行。哎，不行，那句话已经一言既出。好，那这个也做一点点的变化式好了，就是基本上那个哑铃啊，如果拿在手上，当然上半身就要有一定的那个张力，它才可以维持我们整个背部平直。那可是这边的话，等一下离心的时候，基本上都跟一般最传统的样子一样，就是该有张力的地方就让它进来，然后去做完离心的阶段之后呢，这边帮我想象，等一下哑铃带起来的时候。臀的比例会再多一点，所以实际上你的整个上半身后侧链背部张力其实会稍微掉了一点点，好像让给臀部再更多一些。主要在腿后部分吧，臀会再多一些。对，所以在离心的时候啊，就是它到膝上的时候，你的膝关节的弯曲就会持续的增加下去。对，这边如果没有增加的话，就变成是你刚刚讲腿后就会再多一点。不过我们今天就是整个就是让它臀为主，然后所以我们到这边的时候，它接着就会一路弯下去。然后基本上这个动作的话，可能就是哑铃走到你的小腿骨的一半，差不多就是离心的顶峰了。然后这边就让臀发力多一点，所以细看的话，你会发现这边的张力其实会稍微掉了一点点，掉了一点点。可是也没有到对，可是也没有到超多，我就是稍微，然后整个就是以力量一路从那个什么脚跟的地方一路传导哦，走到这边来。好，对，好。所以女生相对在做的时候，应该不会做那么重，对不对？你说像这个动作，对你平常训的话，有点比较重啊。你是说总体来说吗？对啊，其实也还是会有比较重的动作，像深蹲刚那个的话。我就会用比较偏器械的器材来负重，所以就会做重一点。对，就会做重一点。那备赛有差吗？男女生备赛起来有差吗？女生备赛好，女生备赛有差吗？可是，我觉得应该差很多吧。可是我自己是没有带男生，所以实际上，你们对油脂的，油脂比例高一点。对，女生会高蛮多，比较高一点。对，女生会高蛮多的。因为男生就不需要，对啊，这么多啊，我还拖时间。
如果这个重量拿起来对你来说还好的话，其实你就可以没有，很重，就可以让我快抓不住了。你就可以让上半身的张力其实可以大胆再放掉多一些些。好，抓不住了，抓不住了，是真的还是假的？没找到拉力带。对，没找到拉力带，可以这样吗？那我降个重吧，握不住的他。可惜我没带到那个拉力带，不然就没有借口了。我就说没关系，我有这样。好险你没带到，嘎仔。大家应该40吧，42.5。可以。你要手臂充血的，我不是臀充血，我手臂先充血。可我下面是蛮酸的。而且应该刚刚做起来臀肌为主的感受吧，腿后相对应该比例少比较多。卡正安那个 OK 有充血。谁死啦？那这样你实际上自己的下肢的那个菜单动作有什么？我2天，1周2天。对，然后第一天的话，其实就是先腿推，哈克 leg extension， 然后肢腿硬举，腿本身比较多，肢腿硬举然后腿后勾，臀推，小腿。所以真的带到臀的比例的动作其实1、2个而已耶。就臀腿比较多，跟第2次的腿有浪举，大部分臀的话应该就是这几个。所以你哈克也是股市比较多的那一种。我哈克比较多是内收我个人比较多强调在内收会多一点点。怎么做啊？你可以加一个滚筒。你加滚筒做。而且因为有些人在做哈克的时候，他膝关节会容易不舒服嘛。对，你用滚筒来做的话，其实都内收会稍微多一点。你可以再滚筒做看看。懂。所以你的髋其实相对是在比较偏内转一点点的状态。对。你做内转的时候，内收就会多一点。这样很酷哎，因为我好像没看过。实际上没看过。我个人因为我个人在哈克喜欢这样做。是哦。下边真的很酸又生黑嘞。一定要做完吧。玩那么真实吗？好 ，OK， let's go。可是你们那个项目刚好这边应该也需要吧，也需要看吧？那你就可以顺便练那。会啊，但是通常不会用这个去做。今天换一下方式。很可以耶，无可挑剔。我就算了。3下。4下。握不住了，哎呀，可以了，都握不住了啦，很赞。我的握力已经爆了啦，这血都那个手都已经冲起来了。我手臂比小腿给它抽啊，你懂吗？对啊。我的小腿超细的，我觉得小腿基因占很大小腿本来就比较吃基因的，它跟前臂。我小腿真的是没办法，它已经没救了。可是我发现我的那个小腿啊，我练那个股市为主的蹲，反而还比我单纯练小腿容易长。就是我现在有练那个什么杠铃传统的深蹲，我觉得我练那个小腿还比较容易长，比练小腿举重还容易长。对啊。你是做坐姿的吗？没有站的。站跟坐的都还是要做因为毕竟2个是不一样嘛，一个是比目鱼，一个是肥肠嘛。对，2个都还是要做。对啊，所以我的小腿真的是细狗。我是没怎么练小腿啦。你的小腿基因很好啊。我是没怎么练小腿啦。我以为要带一组。没有，对不起了。握不住了他，没有拉力带握不住他，很辛苦那最后一个就是你最擅长的臀推。臀推，那这我就厉害了。对啊，那臀推等一下你比丘亚小啊。你臀推都用史密斯吗？我都用史密斯。好，那就用史密斯。对，我有就生那个被推。那等一下你先发，有先来。有够生哇，他真的长大长好快哦，长超快的，现在才5个月，腿很长好可爱。好快乐，他好快乐哦。他说喜欢这种毛病很蓬啊。还是换你来做臀推，好不好？没。好可爱。突然就累了。你们练到哪一组？
换你做，我腰很酸的。哎，你们的这个是斜的，对，你要加那个吗？要哦，不然应该会痛。加一天啊，没加的话加一天啊。哎，那这个你最熟，你直接来，就不用浪费时间讲解，对不对？有点漫长。那这样重量就做你平常正式组的重量吗？正式组啊，对啊，刚刚好刚前面那些就算是暖身啦。那要先调一下角度的，有没有调一下？哎，那斜的会不会推的时候，它那个杠子就会好像？其实还有，因为你的浮动很低嘛。哦，对啦。对，因为你的浮动没有像你做挂球这么高大浮动，所以它其实很低。哦，所以影响已经不大。好，我来帮你加杠片，你要加多少一边？来个15全上，你觉得怎样？好，把这边的15全部都梭哈，对对对。哎，这样子是30、40，这样90。然后杠子，哎，杠子有10公斤吗？杠没有，这杠蛮轻的。哦，乌美真的有在认真看，他在监督你。伸展一下，升啊，也有升啊。我上次去了我人生第一次露营，因为我之前都是去懒人露营。真的假的？跟我们公司一起去。人生第一次哦。对啊。有我看到，是你的第一次。要不我都去懒人露营啊。哦。我的帐篷只有冷气那一种。哦，懂。可是看大自然，你不会觉得蛮心境就会自然。其实我想过露营那件事，其实在比赛的时候可以做，就休息日的时候，很 chill 的时候就去山上，反正都是吃饭、睡觉跟训练嘛。对。就没有训练就休息，那就吃饭跟睡觉就好。因为在山上其实大部分都是在吃饭或睡觉。对啊，就真的就是吃然后睡。对，也没什么事可以，没有什么事可以做。对，你没有其他事可以做。对啊，所以大部分都是吃饭跟睡觉。网络讯号也不好。自身超差了，我玩个激斗峡谷一直累哥。哇，你从那么高的地方起杠哦。太高了。那怎么办？稍微帮你抬一下吗？是怎样？帮我抬一下。你这样子对，不然你腰。好，来我来这样。效果，臀推这个杠对到哪里？对到你的根部的位置，对到根部的位置。有什么诀窍吗？有，我自己觉得有一个小 tips， 就是挤着你下巴，再挤一点，再更缩起来一点点。对吗？我觉得自然对你骨盆的操控精准度会再高一点点。啊，对，会很挤了嘞。让它碰到你的上胸，有吧？有感觉？有差异。哦，好酸哦。换你了啦。那我要降重，我要漂亮做。不要累了，很辛苦。对啊，真的假的？都放过自己的练，轻松腿就会出来。好，那我也要做这个重量吗？还是你不用啦，你就负责漂亮，你就降2块了。负责漂亮就好了。哎呀，你负责漂亮了。乌梅，哎，他有反应呢，好可爱。他已经很熟悉他的名字了。我们一起推，一人推一边。巡场教练啊，你没有穿制服啊？好，开始喽。哦，你放位置比较下面一点。对，我都还蛮 focus 我的离心的，因为你知道我其实那个什么拿到职业卡之后，我还有参加2次嘛，然后我那2次都是被说我的那个什么啊臀偏下脚的地方厚度不够。所以我后来在练的模式，我就会尽可能就是 focus 我的离心的阶段。其实现在我们主要训练是会比较强调离心，我觉得我们是强调离心跟向心。对，我们在做向心的时候，不会建议有爆发的感觉。就是等速的去做。对，你就是稳得上去就好。对，所以我现在也有特别修，我每个下肢在做的那个 tempo， 就尽可能把它修得再更细一点。所以我一直没出赛，就是在试着就是看可不可以再多一点下脚的厚度，等多一点之后再来说，再来看看要不要出来比。前面比赛就是那么辛苦。好，结束今天的训练。终于，终于，不用再一组了吧？不用了吧？不用了。哦，好险。除了臀酸以外，下背也很酸。我下背很酸，但是很酸。然后要敲你的那个好不舒服腰，这下背感不舒服对，下背压力会非常的大，耶。其实我也在想，比基尼的评分标准到底是什么评分？因为像我个人我对于比基尼跟健体其实我看不太懂。对，所以我想了解，因为每一个产品给的 feedback 或是他们给的东西，我觉得都会不太一样。对，稍微其实会不太一样。
不过男生的我其实也没有很了解，可是女生的话，比基尼的话，我觉得比重会是肩跟臀相对比较多一点。然后 ISV 的比基尼的话，我觉得他们喜欢的肩其实整体圆润感要再多一些。现在是干度也不能够太干，对不对？对，可是女生会有一个很麻烦的地方是说，干度如果有到位的时候，很容易那个当下肩膀其实会很接近拉丝，所以又要很小心。对，因为女生本来就是脂肪囤积都在下半身比较多嘛，所以下半身到位的时候，有时候上半身又会显得有点在那个很危险的边缘，太干的危险的边缘。就美感就会没那么好。对，所以有时候那个圆润感嘛。对啊，所以有时候在抓其实就会有一点，我觉得会有点困难。但我必须坦白讲，现在比基尼越来越难比。我觉得现在有啊，我觉得年轻选手其实都越来越强，而且长得很快。我觉得训练方式变，跟他们饮食方式变，跟观念变，就是可以接触到的资源就变越来越多啊。而且我们那时候在比赛的时候，其实也没什么资源，也没什么资讯。对，所以我就一直出不来。就是我会觉得说，急着要出来，感觉好像也没意义。对，就休息一下。就是一直在试着跟别人冲那个速度的感觉。我觉得稳一点了，像我去年就休息了。休息完整。我休息一整年。对，但今年就也还不确定要不要比。好，那今天就到这边，我腰很酸，我想要坐下来，很辛苦。那今天谢谢戴安娜带了我他们比基尼的训练课表。林北有讲要升卡升我就升好，那非常感谢戴安娜，谢谢，拜拜。有讲要升好，卡。